今天给大家盘一盘在人类武器发展史上出现的各种造型稀奇古怪的武器，以下排名不分先后，毕竟脑洞界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古斯塔夫巨炮，它是人类历史上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大炮，由克虏伯公司制造，免费赠送给德军使用。该炮包括运输车在内，总重量高达1344吨，整个大炮有4层楼那么高，光是炮管长度就有32米。这款武器是为了击毁各国陆军的大型要塞和巨型碉堡而设计的，在火力上，它能够将 7.1 吨的炮弹投射到37公里以外的目标。但是由于体型太过巨大，古斯塔夫巨炮需要将近1个旅的人来进行维持，才能让它开炮射击。古斯塔夫巨炮的火炮口径达到惊人的800毫米，而它所使用的炮弹长度相当于2个成年人的身高，这也导致它装弹速度十分缓慢，一天下来只能射击14发炮弹，最大射程为48公里。在围城之战中，古斯塔夫巨炮发出了大地的轰鸣，它一共发射了48枚炮弹，直接摧毁了需要上万人才能攻下来的永备堡垒。塞瓦斯托波尔市也在这场战争中化作了一片废墟。但是可惜的是，随着德军前线的失败，古斯塔夫巨炮最后被自己人亲手炸毁，以免落入苏联人的手里。而他的孪生兄弟朵拉重炮则是幸运地回到了德国，但是最终由于受损严重而被抛弃。鼠式坦克，它是德国保时捷公司在2战末期设计的超重坦克，全世界仅有2辆，战斗权重188吨，是2战时期最重的武器。为了满足希特勒对战争武器的狂想，保时捷设计师提出了研发超重型坦克的设计理念，想要发展出类似苏联的100吨坦克那样的战车。为了迷惑敌人，希特勒特地在设计时将坦克的名字改为鼠式坦克。这款坦克的主要武器是128毫米 KWK-44L 主炮。直到1943年12月23号，第一辆无武装的鼠式坦克才开始行驶实验。除了悬挂装置的强度不太够之外，其他方面都还令人满意。但令人窒息的是，它最大速度只有40公里每小时，平均速度只有30公里每小时，这导致它的越野能力十分差劲，实战价值几乎没有。等到鼠式坦克实验成功后，纳粹德国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在1945年春天，苏联军队攻占了鼠式坦克位于柏林的实验场，但2辆鼠式坦克均遭到了德军的自毁。之后，苏联将2辆坦克的残骸运回库宾卡博物馆供人参观。反坦克狗，它是前苏联最疯狂的战争兵器，曾经创下了摧毁300辆德国坦克的战绩。不得不说，在战争的影响下，是什么奇葩事情都做得出来。为了更精准地打击德国坦克，苏联军方在1941年8月建立了4个反坦克军犬连。在第一次训练时，苏军试想让狗子带着炸弹跑到目标地点，将炸弹放下，然后再跑回来，而炸弹上的定时装置会在狗子离开后爆炸。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后，苏军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战场上形势千变万化，狗子根本无法适应，有的狗子还会因为害怕而跑回阵地，反而对训练人员造成不小的伤亡。受到教训的苏军不得不让狗子执行自杀式袭击，他们在坦克下方放好食物，然后让饥饿的狗子去坦克下面寻找，久而久之，狗子就产生了看见坦克就钻的条件反射。到了开战前，狗子们会被先饿上一段时间，等到开战后，这些狗就会替人类冲锋陷阵，他们背着炸弹冲上战场，炸弹的波杆只要触到坦克底部就会发生爆炸。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曾经用反坦克狗摧毁了德军300多辆坦克，但是这一招却是个双刃剑，有时候还会对友军造成伤害。由于在训练时，狗子们使用的都是柴油引擎，而德国的坦克却都是汽油引擎，打起来后，许多的狗子第一时间直奔苏联坦克，给苏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甚至在1942年的一场战斗中，疯狂的狗子们甚至吓退了苏联的一个师。遭到教训的苏军在1942年后就取消了反坦克狗的训练。蜂鸟手枪，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央式敌火手枪，由奥地利钟表匠弗朗兹·凡尔所研发，枪身全长11毫米，每颗子弹仅有 0.2 克重，枪口初速约为200米每秒。最初是作为自卫武器向市场销售的，但是它的体积实在太小，近视的人几乎无法装弹，而且还十分浪费时间。根据文献记载，蜂鸟手枪射出的子弹仅仅能够穿透10到40毫米的松木板，再加上当时的技术限制，让它无法加入膛线，因此蜂鸟手枪的精准度也是个谜。
完全没有自卫武器应有的担当。前望弯举步枪，众所周知，在打阵地战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挖战壕，如果你射击时将身体露在战壕外，那肯定少不了被一顿突突，非常的危险。如果你有了这款步枪的话，你蹲在战壕里就能看到外面的敌人，极大的保障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款步枪是在一战时英军为了减少士兵伤亡而设计的，将2块水平呈45度夹角的镜片组成一个前望镜，再将前望镜枪托安装在普通步枪上，前望弯举步枪就大功告成了。虽然有了它，士兵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是大家却都没了准头。在前望镜的视角下，士兵的射击难度急剧提高，往往打了半天连敌人毛都没有碰到。歌利亚炸弹履带车，歌利亚炸弹是德国人研究的最小型的远程遥控炸弹车，它的长相像是一个袖珍坦克，车体能够携带至少50公斤炸药，能够轻松穿越60厘米的壕沟，最大越野距离为6到8公里。在发现敌人后，会由工兵在阵地内远程操作接近敌方军事目标，然后引爆车辆与敌人同归于尽。不过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走在路上时如果被敌人发现，对方一梭子扫射就能让他和战场说拜拜。最终德军也不得不放弃对它的使用。HO-229轰炸机，它是世界上第一款无尾飞翼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它是纳粹德国的末日奇迹。流线型的外观让人们以为它来自未来。在二战末期，为了挽回德军在战场上的失败，纳粹德国的科学家们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HO-229战斗机就是当时的产物，它有着在当时最先进的回避雷达的隐匿技术，深受德国空军大元帅赫尔曼·戈林的喜爱。在预想设计中，它能够飞到1000公里的时速，并且携带1000公斤的炸弹飞往1000公里外的目的地。但是最终，该飞机在德国战败后被烧毁，仅留下一架未完成的3号机在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博物馆里展览。S 型地雷，它是二战时期德军投入战场的一款弹跳式反步兵地雷。和别的地雷不同的是，它的爆炸方式独具一格，在被触发后，这种地雷会弹射到离地面90厘米的高度，并且发生爆炸。内部四散而出的钢珠能够对成年男人造成致命一击。众多士兵踩上它后，都只能和下半生的幸福说拜拜了，所以它又被盟军们称之为阉割地雷。这款地雷的出现给盟军带来极大的心理威慑，毕竟战士可能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却并不能接受自己变成太监。鸭掌手枪，据说它最初的设计理念是为了控制人群。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进行多人枪战的时候，只需要一次发射就能瞬间完成4杀。不过我认为这款手枪从形状上就可以看出来，设计师压根儿没想让使用者活下来。四散而开的4个枪管居然没有一个是正对中间的。如果一个枪手拿着这玩意儿冲我开枪，子弹是不是刚好能避开中间的我呢？而相比于其形状，我更好奇它是如何瞄准的。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大家还想看哪些武器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将一一为大家介绍。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